日本不装了，日本自卫队要在菲律宾驻军，台海冲突，解放军又多了一个对手。大家好，我是肖印华，今天和大家聊聊日本自卫队要在菲律宾驻军一事。据媒体报道，近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访问日本期间，和日本签署了多项协议，其中有不少都涉及到安全领域的合作。例如，如果菲律宾发生了人道主义灾害，日本自卫队将被允许进入菲律宾国家开展救援活动。此外，马克思还称不排除与日本签署访问部队协议。按照菲律宾宪法，不允许有国外的军队在本国入驻，所以当初美菲政府为了绕开这一禁令，签署了访问部队协议。如果日菲之间也签署了这样的协议，说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接近于军事联盟，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。菲律宾北部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仅仅隔了一个巴士海峡，未来台海冲突一旦爆发，这一区域必然会成为战略要地。只有控制了巴士海峡，我军才能在西南方向上的作战行动才能够得到安全保障。如今菲律宾不仅要向美国额外提供4个军事基地，还要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，这将使得菲律宾未来很有可能直接卷入台海冲突，届时中国将又多了一个对手。其实菲律宾会在安全议题上向美日靠拢并不意外。一方面，美菲本身就是传统的军事盟友，美国长期深度参与菲律宾的国防建设。此外呢，菲律宾之前还曾是美国的海外殖民地，国内至今仍然有着不少的亲美派血统。马克思上台以后，有意修复美菲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必然会在防务领域加强和美国的合作。另一方面，虽然美菲在南海问题上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承诺和举动，但却并没有停止制造事端。据外交部证实，近日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仁爱礁，但很快遭到中方的反制。由此可见，菲律宾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南海制造事端，只不过经过南海仲裁案之后，菲方认识到美国根本不敢亲自下场和中国较量，单凭菲律宾的实力想要与中国对抗，完全是匹夫喊大树，所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才有所转变。马克思也非常清楚，若与美日走得过近，将被印太战略所绑架，甚至还将卷入台海冲突。这样做就是把菲律宾置于危险的境地。此外，当前中菲关系正取得飞速发展，尤其是双边经贸合作正越发的紧密。菲律宾这时若在安全议题上与美日走得过近，无疑将对中菲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合作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期在与美日加强防务合作之前，马克思还撤换了一大批亲美派的军方高层，所以不难看出，马克思仍然想要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，两面谋利。我们不反对美菲之间的合作，但是也绝不允许建立在损害中国利益之上，否则中国不会惯着。不难看出，在美国极力推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，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也在不断恶化。我们应当提前做好各种最坏的打算，时时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